莫斯科的马戏团。那在这里面呢，1919年成立的莫斯科大马戏团呢，拥有超过4000名的表演者，1000名的工作人员啊，加上1977年成立的大苹果马戏团，号称呢世界3大马戏团。1982年，加拿大魁北克的人创建了太阳马戏，经过20余年，成为现在规模最大的马戏团。虽然，我对于马戏团里面有动物的表演呢，不是很喜欢哈，因为为什么？因为很不人道哈。但是毕竟呢，非常有名啊，还是得来看一下哈。墨西哥号称世界前3大的马戏团，名闻遐迩的俄罗斯马戏团，当然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每一位沙皇都有自己的皇家马戏团表演哦。
上那边大。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地方，红场莫斯科。莫斯科红场呢，可以说绝对是莫斯科最值得一探究竟的地方啊，已经算是俄罗斯莫斯科的地标了啊，这不容置疑啊。那我们现在一路从这个看完马戏团之后呢，一路要前往的就是这个红场啊。大约有695米长跟130米宽的红场，面积9.1万平方公尺啊，非常的大哦，非常的大哦。在市中心嘛是这个俄罗斯国家举办各种大型庆典阅兵的所在，世界上上较有名广场其中一个。红场所在这个土地呢，曾经是有建筑的哦，但是呢，1571年的时阵呢，莫斯科的大火，一场大火把它烧掉了哦。新的抗地逐渐成为莫斯科主要的市场。红场呢嘛用来各种的公用的典礼加一寡集会也会作为俄罗斯帝国沙皇加冕之地。1812年以后，这个红场又再次的扩建，拿破仑的军队呢再次烧毁了莫斯科。当地的人民重建家园的时候呢，就把现在我们所来到的这个红场把它拓宽了哦，一直到了20世纪，附近的瓦西列夫斯基广场合并成现在的规模，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红场啊。在这个地方看到红场呢，其实呢界别是属于森严的。产生红场的名字是因为俄文字俄文字并不是从它环绕的砖头颜色衍生而来的哦，因为俄文字意思指的呢，红场的红是美丽的也不是这个共产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因为这个红的意思呢是指美丽的意思据悉呢，红场在17世纪就取得现在的名字而得名了。以前呢，它叫做呢烧光的地方这个很好玩很有意思的名字那在红场的西侧是列宁墓跟克里姆林宫的红墙3座高塔，所以这里所在你就知道有多重要也被列为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还有包括国家的历史博物馆建于1873年莫斯科代表性的建筑等等大家也可以看到呢，所有的里程都是从这里开始计算在这里呢有一个莫斯科的中心点就是全俄罗斯道路的起点，全部都从这个地方来开始算起还有包含了俄罗斯最大的百货公司，也在红场上面，叫做古姆百货古姆百货
所以整个红场呢，可以说是呢融合所有莫斯科的精华的当这个区域哈，规个区域你拢看得到啊。啊，这个地面呢嘛加特殊哈，全部呢全部都有条石一条一条的石头铺成，古老又神圣。不管从报章、杂志、明信片、电视媒体，所有看的安定，就是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一样哦。我们呢来到莫斯科呢，当然呢不免的呢。也都听过哦，所以呢，必须来到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啊。这个聊到这边呢，我们现在看看莫斯科的红场哦，从这个历史博物馆前面看得到非常多的种植的这个花草哦。现在1980年代，现在在这个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前面哦，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呢，哇，你再走进去，你会发现这百货公司呢又是一样哦，哇，真的是不得了。这个红场呢，真的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地方啊，包含了它的百货公司，在那边百货公司比贵的啦，哇，但你不能这么讲哦。市中心嘛，光是物价就比别人高很多，对不对哈？很多人说呢，这个物价怎么那么高啊？市中心卖的东西怎么那么贵啊？不一样嘛，地段、价格、租金，所有的东西价格都不一样。
и заморозилась победона. Я хочу, чтобы наша жизнь продолжалась. Основным партизанным законом. Я хочу, чтобы наша жизнь продолжалась. Партийным партизанным законом. 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ему до каких пор хочешь. Я ездил. Он сейчас у вас глав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Да, Надо да. к нему как на прием. А как я попасть? Я ездил вообще, ездил туда, к нему не попасть, там 13 овчарок, чуть не покусали. Он приходил и вы, значит, не пускаете. Ну, послушай. Я, к сожалению. Он среди этих нужна. 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都有这个仪式。Путина, да я его не видел. Катя!
走进了克里姆林宫哦。那这当中呢，我们也许也可以看得到二战胜利50周年而建造的二战英雄朱可夫元帅的雕像啊。在很多的欧洲各国，你常常会看到有一把火哦，其实那些呢就是叫做无名烈士墓。这个呢是在红场的入口处，也是莫斯科的中心点0公里处。有没有看到他们点上一把火，让所有曾经为国征战的无名烈士，永远的祈福着他们啊。还有一些军将啊，常常在节日的时候会来到这边，做不能说就祭拜啦哈，做缅怀啊。所以当澳洲你也在看的家这所在都有这种无名火啊，这种无名火就是无名烈士墓哦。所有的里程呢，也从这个地方呢开始做计算啊。莫斯科的9个火车站以通往的终点站命名哦，都也是这个样子哈。而这从刚刚的古姆商场、红场呢一路走过来，来到这个地方哦。然后现在呢，慢慢的我们要走进去呢克里姆林宫哦。那克里姆林宫呢，当然也不用再多说了哦。这个等于是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中心啊，政治经济中心哦。沿着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往前走呢，从前面我们看到无名烈士墓、朱可夫元帅、列宁的妻子克鲁伍斯卡娅。红场跟克里姆林宫呢，并不是同时间建造的哦。在15世纪的时候，90年代的一场大火呢，这里变成了火烧场，民间邪了了哦。但17世纪的时候呢，才有了红场之说。所以呢，克里姆林宫为红场最主要的建筑，也是俄罗斯民族最负盛名的历史丰碑，全世界建筑中最美丽的作品其中之类。它建在12世纪的中期啊，15世纪莫斯科大公伊凡3世时代呢最具规模以后呢，慢慢逐渐的扩大到今时今日的克里姆林。16世纪中叶期呢，它就变成了非常有名的沙皇的宫堡。17世纪呢，它失去了城堡的性质，而变成了莫斯科的市中心的建筑群。宫殿的核心是宫墙的其中一个部分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慢慢的往里面走哦，包括里面的政府大楼啦、各种博物馆啦、洋葱头顶的高塔啦。克里姆林宫前苏联的部长会议的大厦也在里面，前苏维埃最高主席的大厦也在里面。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大厅、大克里姆林宫都是最重要的啊。前苏联收重要的行政机关都进来的啊。所以呢，进来的呢也变成了进来这里面，它的戒备就比较森严了啊。还有包含克里姆林宫中央周围以历史艺术纪念性建筑的伊凡钟楼啊，等一下我们进去有没有看到长条形的石柱哦？就我说红场跟克里姆林宫它的这个地板的建设是一样的哦。然后呢，在这里面呢还可以看得到沙皇钟，号称世界上最大，重200吨的沙皇钟哦。还有一个呢是沙皇大炮哦，这个呢16世纪的奇迹啊，重40吨啊。所谓的莫斯河渡口大门呢，从来没有发射过的一门大炮哦，修大机啊！这在进来克里姆林宫有没有看到哈？不是这一个了哈，最大的大炮还没到，但是呢，大大小小的炮一堆哦。在这里呢，富丽堂皇的帝王住所、坚固的堡垒、珍藏大量的文物，跟红场能呢合并起来，变成了最迷人的风景线，让各地的游客呢流连忘返，细细的来品尝一下，来体会一下俄罗斯的绝妙风情。
建的这里面呢，三圣塔，克里姆林宫最高的塔楼。然后呢，现在这一个呢，也是我刚刚说的沙皇钟哦，来对熊大的沙皇钟哦，世界上最大的古钟，重200吨，高6米，1735年铸造起来。铸造之后，表面修饰过程当中呢，因为发生了大火，化坠起来使得它呢冷胀热缩的关系呢，拉起跌开来啊。那它的旁边呢，就是大天使的教堂，1505年到1509年建造的，包含沙皇的坟墓就在旁边呢。这就是沙皇大钟旁边还有更漂亮的圣母升天大教堂有的那个阿六仔会钻进去这个洞里面别这么做这附近的戒备森严进来克里姆林宫就跟去其他的地方是截然不同的来旁边看到这个有没有圣母升天大教堂这个洋葱顶多灵宫东墙上面呢还有菱形的雕刻，这个宫殿是克里姆林宫最古老的石造宫殿这一次我们的莫斯科之旅呢，慢慢的进入了尾声因为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圣母升天大教堂，这也是克里姆林宫最主要的教堂之一。从外面镀金的金碧辉煌，它的洋葱顶包含里面拥有传统是东正教的这一种画像，非常开心，
非常的美丽。